宇宙中的一些存有尚未发现人类的情绪。当你们访问地球上的一些古老的大陆，看到不同时代的创造，还有地区，就可以感觉到那些场所存在的频率，还有震动。你会知道，那里是密钥所在，有信息封锁其中。这些信息一度存在着，而现在将会再次浮现。同样，也有一些事物隐藏在人类当中，对宇宙的进化非常重要。我们称这些数据为编码和大师数字，也就是光的几何公式。这是再造和产生这个宇宙的一切生命形式所必须的。自从 DNA 被重排之后，人类在古老时间中被隐瞒和遗忘了，因为在时间历史中的遥远过去，人类的生活与震动和现在大不相同。有些人把那个时代遗忘和搁置了。我们说过，你们处于隔离区当中，就好像你被关进地牢太久，虽然新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他们却遗忘了你的存在。但是有些存有并没有忘记，他们派你来改变这一切，让记忆重现，让人类重新位列造物之首。你们被召唤，因为你们携带了其他物种一无所知之物，也就是情绪。也有一些其他存有努力地将整个宇宙弹射进入新的8度音程，朝向和创造新的领域发展。时间守护者知道数据封锁于何处，于是他们找到了你们。你们被选中，要把它带入光中。我们从自己的时间周期向前或者向后穿越，来到你们这里，辅助你们解锁人类的 DNA 编年史。我们帮助你们从内在重新排列 DNA， 并成为活着的生物库。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，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将影响许多地方。能量在此刻正发送到这里，重置某些宇宙的能量，以便进行校准，同时使宇宙对它的身份变得有觉知。地球上有一个秘密被封锁于时间的历史当中，这个秘密与情绪有关。情绪是一项丰厚的礼物，它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，能穿越许多的实相。它可以进入并体验、觉察诸多的意识状态。情绪可以使特定的能量发生融合、结合，还有捆绑，从而让这些能量得以显化出来。没有情绪，连接也无法存在。这个宇宙当中有些非常古老的存有，他们意识到这是什么地方，他们已经工作了很久很久。即便对我们的系统而言，他们也是前辈。用你们的话说，他们是伟大的男女智者。虽然他们并非男性或者女性，在这个系统当中，他们被认为是存在的守护者。他们操作了整个系统，就像领航员驾驶飞船那般，跟你们担任工作一样。他们的职责所在是把握这个宇宙的航向，让宇宙驶向一条探索的航线。他们从自己的学习和旅途当中发现，他们必须与其他宇宙进行连接。有一个计划是将能量弹射发送进入新的体验。此时在地球以及其他你同时存在的系统当中，情绪重新出现，目的是所有身份的整合。通过汇集并相互配合，宇宙在探索它们可以完成哪些事情，对结果没有任何预期，这是全新的领域。情绪是这一切的关键所在。作为人类，你需要情绪
来连接你和你的灵性自我。情绪是理解灵性的关键所在，因为情绪可以产生感觉，正如心智体和肉体紧密连接那样，情绪体与灵性体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灵性体是超越肉体限制的存在，你需要情绪才能理解非物质层面，所以在这个地球上，情绪才如此受控。你们在情绪上备受限制，被怂恿着感受无力，还有恐惧。许多人不想越过情绪的界限和个人的界限，因为可能产生痛苦。你想胡乱说点什么，然后放情绪走掉，疼痛带来感觉，因为你无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感觉。有的时候，为了引起你这个顽固人类的注意，你自己会创造一种痛苦，为了显示你的能力范围，或者感觉你活着。你用这种方法感觉活着的美好。大部分的人类害怕情绪，或者说感觉的中心，他们害怕去感受，去信任你的感觉，不管他们感觉如何，相信情绪会指引你，相信感觉会带给你领悟。你们总是想参与生活的同时，却又想着撤离。你会说，我想成为一个强大的人，但我不想去感觉，不想深入太深，因为会产生痛苦，使我虚弱，我不信任我的生活。而当你不再害怕感觉，穿越评判，允许感受自己的一切感觉的时候，就会有极大的突破，因为你将乘着感觉进入其他的实相。若是你们害怕感觉和参与这个实相，那就更别提进入其他实相的可能了，因为你不信任你们的感觉。如果你想加速提升，就要投身那些带来感觉的事物，不要再去回避问题，显得你好像尽在掌握似的，深入其中，再看看你是否仍然在控制。并非你不会感觉，而是你害怕去感觉。当感觉到来的时候，你手足无措，它们给你带来了无力感，于是你将感觉与哦不糟了这些联系起来。在信念系统中，你设置了一个限制，你认为如果有某些情绪带来痛苦或者愤怒，那它就是不好的。现在是时候停止小心翼翼的生活了，是时候不再回避你的情绪了。愤怒也有它的目的，你们都想赶紧了结它，把它扫在地毯下面，好像它是什么坏东西，也好像是丢掉一无是处的烂菜叶，把它们埋进花园当中。我们一直在强调，恐惧和愤怒都有它的意义。如果你允许自己表达和体验你们的恐惧感，虽然这可能会导致愤怒的表达，你却能从中学习到东西。那些拼命避免恐惧和愤怒的人，还有害怕这些感觉的人，正需要经由情绪学习很多的东西，而情绪是帮助你超越个人的身份及行为限制的技巧，可你却害怕体验它。大部分的时候，你只希望被接纳，你认为如果你做某些事情有某些感觉，就没有人再去喜欢你了，所以你不允许自己有某些感觉，而这正是愤怒产生之处。你愤怒，因为你评判自己应该和不应该。如果你不允许自己去感觉，你就无法学习。感觉把你和生活连接在一起。感觉在人类当中有很多的意义，我们鼓励你们所有的人去相信、培养和依赖感觉。需要理解，感觉正是通向多次元实相的车票，而多维度，如果你们真正的在玩这个游戏的话，那是你一定会去的地方。在多维度的实相当中，你学习同时保持和聚焦于多个自我。感觉，尤其是你信任的感觉，会把你带到这些地方。许多人怀疑和压制感觉，
不允许某些感觉的产生，或者是在感觉产生时去评判它们，而非观察这些感觉会带领你去到哪里，做些什么。因为你害怕一些事情，所以阻止自己去体验它。你给自己树立起一道墙，上面写着如果进去就会坏事儿。你踩了刹车，事实上你感受到的恐惧最终可以激励体验，去促进你的发展。因为你的思想会根据其背后的情绪状态来影响显化的实相。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只需要说，搞什么，我要去体验那种感觉，我臣服。然后当你感觉到这一切的时候，用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去处理它。如果你打算进入感觉的中心，却仍然想控制一切，那么你就是不允许自己趁着情绪打破信念系统的限制。愤怒也有其意义，愤怒并非毫无意义，痛苦也并非毫无意义，它们都会给你指引。你要有意愿地进入感觉中心，去学习如何在探索不同机遇的时候保持在感觉中心。如果你说我要保持在中心，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允许自己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移动。相反的，你仅仅需要下定决心，说自己要有一个集中度。保持集中并非是不流动，它意味着你允许事情进行流动。你的船是动还是静，你都允许它发生。你乘着这艘船，或者平静或者颠簸地离开那些事件。你的情绪不仅是其他人的食物，也是自我的食物来源。这就是你如何滋养壮大自己，创造你的身份识别。你的频率身份来自于情绪，情绪喂养了你，产生了你的识别代号。